请总统讲话。大会主席游锡堃院长，现场的贵宾、好朋友，收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国人同胞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中华民国110年的国庆日。每一年的这个日子，我们聚在一起，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。我们抱着庄严的心情，感谢这块土地上历代的前辈，无论是先来后到，为这个美丽的家园牺牲奉献。今天，在台湾生活的人们，已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。今年5月开始，台湾遭遇了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挑战，有800多位民众失去生命。他们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好朋友，是我们生命共同体的成员。在这里，也就是在演讲的一开始，我要向他们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。这一波疫情中，我们也再度的看到台湾人民的高度自律和素养。不管天气再怎么热，大家总是不忘戴上口罩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大家都会自动扫实名制 QR code， 而且保持社交距离。疫苗到了，大家按照政府的安排，有秩序的接种。大家的努力，我很感谢。大家的配合，政府也绝对不会视为理所当然。我还特别谢谢鸿海友邻基金会、台积电、慈济等民间组织跟政府携手合作。我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医护人员的辛劳。我更要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台湾人民，在如此困难的时刻，是大家的团结守住了我们的国家，是大家的民主素养守住了我们真爱的家园。除了自助，还有来自国际友人的协助。日本、美国、立陶宛、斯洛伐克、捷克、波兰等国家，在全球疫情严峻且疫苗供应不稳的情况下，伸出援手。今天，除了即将来社畜的立陶宛，其他国家的代表都在现场。这就是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。我要借这个机会，邀请我们所有在场的来宾，以热烈的掌声，向这些国家的代表致上我们最深的感谢。台湾人有一个美好的传统，我们不会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好。去年我们送出的口罩是 Taiwan Can Help， 今年他们送来疫苗是友情的疫苗，这就是善的循环。我要在这里向国际社会承诺，台湾一定会在国际社会中做出贡献，让善的循环不断地扩散出去。这1年来，疫情虽然冲击了我们的内需，但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成长动能。全球半导体晶片的短缺，更凸显了台湾在供应链上的重要性。而印太区域变化中的局势，也让台湾在区域中的关键地位再次受到了瞩目。台日关系持续深化，欧盟跟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。台美 TIFA 复谈了，台湾
也向 CPTPP 递件了，在华府、在东京、在坎培拉或者在布鲁塞尔，台湾的议题不在边缘，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好朋友愿意站出来挺台湾。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和理念相近的伙伴携手，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。台湾的国际形象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，现在的我们已经是可以，而且能够勇敢面对挑战的坚韧之岛。但是，当我们越来越好，中国给我们的压力就越大。所以，我要提醒所有的国人同胞，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。此时此刻的国际政治正发生剧烈的变化，威权主义的扩张让全世界支持自由民主价值的国家都有警觉，而台湾正处于民主防线的最前缘。也因此，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，此时此刻的中华民国正处在72年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当中。我们走的每一步，势必牵动世界未来的走向，而世界未来的走向，也必定影响台湾的前途。印太区域的情势日趋紧张复杂，北京当局在全面控制香港、压制民主人士之后，也调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经发展方向。同时，在南海、在东海区域秩序正受到挑战，在台湾的西南空域，共军常态化的活动，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国安及飞安。而民主国家之间则正努力强化各领域的合作基础，来因应区域和全球的变局。G7、北约、欧盟以及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，不约而同关注台海的和平与安全，同时也关心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是否会遭受到中国片面的破坏。在这里，我要重申，台湾愿意为区域的和平发展贡献一己之力。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，我们善意不变，承诺不变，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。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。我也要强调，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透过平等对话。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，我们不会冒进，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。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，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，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。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，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，更不会有2300万人的主权。从1949年中华民国立足台湾以来，已经经历了72年。这72年来，我们的经济从贫穷到富裕，政治从威权到民主，社会从一元到多元，一步一脚印，成就了今天中华民国台湾崭新的样貌。这个今天让世人称赞的样貌，是经历了多个世代的人们共同努力的成果。没有一群人可以单独居功，也没有任何
一群人曾经置身事外。823炮战中英勇奋战的国军，没有分省级，半导体护国神山里的人才也不会分政党。郑南榕是外省人，瑞莎原本是乌克兰人，文珍玲的母亲是菲律宾华人，父亲是客家跟日本的混血。不久前才离开我们的棒球选手王光辉，则是阿美族人。国旗不见了，我们一起生气；台湾被打压，我们一起愤怒。这就是我们融入与共的情感。在这个包容的国度里，不管先来后到，没有人有原罪，也没有人会因为不同的出身而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。只要尊重并且认同这块土地，台湾永远张开双手，欢迎所有人，团结所有人。过去这72年来的发展历程，让国家的样貌有了很大的转变，但在转变之外，我们也有不变的坚持，那就是确保主权，捍卫国土。这个信念是让台湾屹立不摇、民主开花结果的重要关键，也是72年来国军保家卫国、为和而战的基础，更是一代又一代台湾人民的坚持。这样的坚持，从来都不是一党一派的坚持。今天，国民党朱立伦主席、民众党柯文哲主席、时代力量陈椒华主席都在现场。各位的出席，是台湾民主美丽的风景。政党政治必定有竞争，但只要议题牵涉到国家的尊严以及人民的未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团结起来，为世世代代的台湾人守住主权，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彼此约定，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，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，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。这4个坚持是台湾人民给我们的底线，也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。站在公约数的共同基础之上，我们有责任累积更多的共识，以团结的姿态来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我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责任，要确保这块土地上的年轻人可以世世代代继续自由奔放下去。从我2016年上任开始，就致力于贸易多元化、产业创新、能源转型、人才培育及引进，让国人看到了台湾经济结构的正向转变。这几年来，面对全球经济的变局，我们协助台商大量回流，加速产业转型，一举翻转过去30年因为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所造成的经济成长缓慢，以及资金和人才外流的问题。今天，台湾经济的表现不仅重回亚洲4小龙之首，而且吸引全世界的目光。这证明台湾有能力创造更有韧性、更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。我们走出一条不再依赖单一市场的新经济路线，这是台湾经济能够立足世界、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关键。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，世界的大门已经为我们打开，
我们要坚持走下去，让台湾经济在下一个30年继续发光发热。除了经济转型之外，我们还排除万难，推动了许多的改革，社会照顾扩大了，外交有了突破，国防改革正在进行中。许多我们过去几年付出的努力，成果正一一呈现在国人及世人的眼前。很多人问我，接下来我们还要为台湾做什么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在勇于改革以及壮大国力之外，我们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，要让中华民国台湾有足够的实力，有稳定的社会，迎向下一个阶段的变局和挑战。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长期困扰台湾社会、充满分歧、难以取得共识的议题，更必须去凝聚共识，找出社会大众普遍能接受的解决方案，进而化解这些常年的争议，台湾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往前走。我们有必要因应国家发展的需要，针对政府体制和组织、地方制度、国土规划和区域发展等重要的治理议题，做出必要的检讨和调整，让国家治理达到最有效率、最能反映民意的状态。其中，宪政体制的改革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事情。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已经成立，这次的宪改会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，以维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为前提来进行修宪。我理解修宪的门槛非常的高，我要呼吁朝野政党，宪改议题攸关国家治理，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，都必须放下成见，严肃地进行宪政议题的讨论，寻求最大的交集。转型正义的工程，历史留下的伤痕与是非，如何抚平，如何评价，正考验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勇气。此外，国家的能源政策该怎么走，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反复的能源政策下持续累积经济成长的动能。我们已经和国际主流同步，宣示2050净零排放目标，也必须和各界一起规划路径图，把握相应的趋势，及早评估风险，建构更具弹性、更有应变能力的供电体系。这不仅攸关竞争力，也关系环境的永续。着手处理这些重要的议题，才能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，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年轻人。然而，过去这些公共议题的讨论，很容易因为政党的立场不同，或是政治认同的分歧，让原本只是路径手段的不同，被无限上纲成意识形态的争执。这些争执无助于国家的发展，只会让我们被迫内耗，原地打转。所以，我想要在未来的几年的任期中，引进社会力，共同来寻求解决这些议题的路径，让社会和政治部门携手合作，一起寻找不同意见的最大公约数，把困难的议题一一化解，为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奠定最坚实的基础。2021年是充满挑战，也令人感动的一年。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，台湾选手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。在国家生日的今天，我要再一次
向所有的运动选手以及所有的后勤团队致上谢意。谢谢你们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在奥运比赛的过程里，台湾人民再次确立了不分彼此的共同体的意识。我知道有人自认看球每看必输，于是只要台湾选手出赛，就不敢看转播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的加油。我也知道有人看射箭比赛的时候，紧张到心跳比选手还要快。这就是共同体，它是一条无形的线，把我们每个人牵在一起，喜怒哀乐融入于共。羽球男双金牌战，当电视荧幕上出现印的画面时，我相信不少人都跟着尖叫呐喊，甚至流下了眼泪。我们等这一刻等很久了，台湾的好，台湾的自信，台湾的勇敢，一直在等着被世界肯定，被世界看到。今年夏天，我们做到了。这几天，当国庆预演的飞机飞过台北上空的时候，很多路上的行人会停下脚步，抬头看，他们在看保家卫国的空军。不只是空军，因为国庆，台北街头出现了很多为国庆预演排练的部队，疏浚的工兵，消毒的化学兵，宪兵快速反应连的重机，以及很多平常很难在街头上看到的各式战斗车辆，就在我们前面的重庆南路上整装待发。大家都拿起手机忙着拍照，也许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部队，也许也叫不出装备的名称，但那是一种安心的感觉。这是我们的国军，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的家园，有灾难的时候会来救灾，当主权领土和民主自由受到威胁，也会用生命来保家卫国。2021年，台湾最感动的画面之一，就是冬奥英雄回国时，我们的国军出动幻象2000，在我们自己的领空上欢迎他们回来。国军和冬奥英雄都是这个国家的英雄。我们期许所有的国人同胞，相信台湾的好，相信台湾的重要，相信我们2300万人所组成的共同体，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。就让我们带着光荣和自信前进，做自己的主人，乐为世界人，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。最后，我要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也祝福所有的国民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